骑 ADV 我承认我很菜，但是拆我还是很拿手的啊。春风1000 MTX 的价格呢还是比较惊喜的，比我预想的要低。它的电池仓在这里，它是马鞍式的油箱，这一片呢就是它的空滤。车尾部分呢除了一个厚泥瓦，其他啥也看不到。这个是它的 OBD 接口，做车辆检测的话，直接打开坐垫就可以了，不需要再拆别的了。这地方有个 ICC 的电源，方便大家后期做一些加装。这一点还是比较贴心的。我们改装电器呢，最忌讳的就是破线，两个卡扣就可以打开电池仓。蓄电池的下面呢，就是一些保险盒，背面就是它的 ECU， 排列还是比较工整的。马鞍油箱设计的摩托车呢，它的电池呢都是放在这里的。之前我也拆过800 MTX， 那都是一样的位置。看一下原装电池的参数，12伏11.2安时，铅酸的。哎，我感觉这个电池的尺寸啊，跟我这个溧阳的锂电池的尺寸好像是一样大的。来塞进来看一下啊，正合适，只是稍微矮一点。矮的话可以加泡沫板。这个按钮可以看它的电量和电压。现在呢是满电状态，13.3伏。同样体积的锂电池重量会比铅酸电池轻不少。这个溧阳电池的型号呢是 LP12。如果说各位春风车主要改装射灯什么的大功率的，又担心长途摩旅铅酸电池寿命不够的，还有就是天龙启动困难的，可以试试这个溧阳的 LP12。当然它还有别的型号。LP12的能量呢是51.2瓦时，启动电流可以达到280安。1000 MTX 的外壳呢是很好拆的，一边呢只需要3颗螺丝，这块侧板呢整个就能拿下来了。这样的话对修理工对车主呢都很友好。看一下侧板的塑料材质，这是 PL6 加 GF15， 这边呢就是 PP 加 EPDM 加 TD10。春风对于外壳塑料的应用呢，它是比较有考究的。大多数的摩托车塑料呢基本上不带漆的就用 PP， 带漆的呢就用 ABS。这个大家后期拆自己的车可以看一下，刚刚讲的这两个塑料材质，大家看一下资料，这里呢就不再多讲了。还有大家看一下这里，它的外壳卡扣方式呢跟汽车的钱包是一样的。那这样万一摔车的话，大家就不需要大面积的去更换这个外壳配件了，因为这个卡扣支架是可以拆的，可以换的，那使用成本也低。毕竟呢1000 MTX 是硬派的 IDV， 它偏向于非铺装，玩非铺装的倒车又是经常事儿，所以这个设计呢是该夸一下的。对于我们车友来说呢，就是一个省钱加一个省工时的效果，把汽车的塑料固定结构给应用到摩托车上面。春风工程师加鸡腿。拆完这边呢，看到整流器了，在这个地方，各位1000 MTX 车主呢可以记下这个位置，万一哪天不小心把它搞坏了，换整流器呢就拆这边板就可以了。拆掉油箱盖，最终目的呢是要把发动机抬下来给拆掉。现在拆的这个呢是车身控制模块，它不是 ECU 啊，它是车辆数据的网关。现在拆它的底护板，它的底护板呢是3块，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啊。中间这一部分呢是铝合金的，两侧的塑料呢没标明材质。下面看看它的 ECU 版本，跟春风宣传的描述一样，是博士的 9.0。拆掉它的油箱，它的油箱呢就是马鞍式油箱。马鞍式油箱的优点呢就是重心低，可以提升车身的稳定性和操控性，而且还有利于站立骑行。这样就能看到它的 ABS 泵了，看一下是什么品牌的。这个标打的是真不明显啊，这是博士的 ABS 泵，这个地方有博士的标志。看一下它的名牌啊，制造商是春风凯特摩，不是春风动力，跟春风800系列的制造商是一样的。但是你们675和450，它就是春风动力制造。ABS 泵上面这个东西呢，就是它的6轴传感器 RMU， 是一个高精度的。春风说是博士的，那就拆开看一下是不是。这台1000 MTX 的电控呢，是开田木团队的杰里米进行标定的，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它的电控。这个6轴传感器呢，确实是博士的。散热风扇是松下的，然后2个都是。顺便看一下它的刹车系统，后刹车上泵呢是西护的，下泵是玻璃箔，采用的是钢喉，前坎钳是玻璃箔的水鸟，上泵也是玻璃箔的。这3个坎钳大家看好了，别被某些电摩带野走了。还有前刹的钢喉啊，很多网友说这个不合理，太长了。其实它就该这样的。一个呢，它是硬派的 IDV， 玩非铺装为主，弹跳的时候呢有一个活动的空间。还有一个原因呢，是给改装减震的用户呢留一个冗余。为了感谢南京的春风店提供的试驾车啊，你们说这叫试拆车，我把我这个限量版的玻璃箔卡钳给它换上，超薄超轻，只有 A4 纸这么厚，200公里瞬时刹停，老郑联名特别版啊！南京春风店你也不用找我钱了，就这样一个换一个吧，我就吃点亏。然后这个大链条用的是真核的525的 VZ 链条，VZ 系列的链条真核的零售市场还没上市呢，这个春风就用上了。这个 VZ 是目前真核里面规格最高的了，这链条价格也不便宜哦。链轮用的也是真核的，等这个 VZ 链条出来了，看看零售能卖多少。这边是它的 T-Box， 就是你们手机上的一些功能，
就是依赖于它，属于是物联网。这个1000的水冷器感觉还是挺大的，上面2个散热风扇呢，刚刚给大家介绍过了，用的是松下的。作为800NK 车主，看到这样的水冷器就羡慕了。为啥它自带防护罩，而且还做了导空调，又能挡异物，又不影响散热效率？什么时候能把800NK 给安排上？在线等。还有这个排气管螺丝，作为800NK 车主也是很不服，为啥你给它用铜的？这几个螺丝我就扣下了啊！南京冲锋店要是有意见的话，你找冲锋去，别找我。别小看这几个铜螺丝啊，各位同行应该有遇到排气管螺丝有咬死的，拆不下来的，铜螺丝就可以杜绝这个现象，而且呢不容易脱落，而且更耐高温耐腐蚀，我就扣下了啊！你要是还有意见的话，到时候还车我就给你还俩反光镜回去。再来看一下它的氧传感器，用的也是博士的。哦，对了，再来看一下它的后减震是全段可调的开挖 IB 减震，前减是开挖 IB 的倒置48毫米的，前后胎呢用的是倍耐力的蝎子轮胎。好了，发动机就可以卸下来了。具体这春风1000MT 的发动机跟800内部有什么区别？大家请看下期的发动机拆解视频。喜欢的给它点个赞哈，感谢观看。各位久等了，本期呢拆一台春风的1000MTX 发动机，其实呢它是KTM 990的发动机。正好呢，再讲一下这个990的发动机，春风是怎么拿到的。这个离合盖呢，跟春风的800还是不一样的。你看这个位置，它有颗固定螺丝，比800呢多出来这一片区域，然后机油观察窗也在上面。箱体的这个位置呢，跟800系列也是不一样的。这个可以叫它正时链条仓吗？这个比800或者说是790系列最大的优点是呢，就是更换正时链条的话，不需要拆整个取出箱了，直接就从这里呢可以取出正时链条。这种设计呢，对修理工啊，对用户来讲是比较友好的。那KTM 790要换正时链条的话，就2种方法，要么把发动机打坦，要么就是把小链条截断去换。当然呢，截断换正时链条的话，它的风险会比较大，主要就是怕接不好有断链的风险。它的水泵轮跟790一样的啊，都是这种硬尼龙的。估计有的车主呢会想把它改成铝的。我修了那么多机器，总结一下啊，只要是之前这个叶轮呢没被拆装过，它损坏的几率是很小的。因为安装的时候它要对接口，你不对的话，螺丝一紧它就裂了。还有就是千万不能敲，一敲也裂。好，看一下它的离合，离合是日本富士的，然后是通体做了阳极氧化的工艺，跟790的工艺是一样的。中间这个小轴承呢，它是日本的 NTN 的，有点反光，大家应该能看出来。离合片肯定也就是指机离合片了，也是富士的。离合大鼓呢也是做了阳极氧化的工艺，它的机油泵的驱动尺呢跟790不一样，它比790的机油泵驱动尺要大很多。其实呢，这台发动机的意义呢，不是说KTM给春风了，而是说春风靠努力得来的。KTM 看上了春风450的发动机，毕竟啊，春风450在全球表现很抢眼，在国外都被称为日系车杀手。又加上 KTM 呢没有这个小排量的双缸，所以呢，最后就是 KTM 给春风990，春风呢把450发动机给 KTM， 这是等价交换。我认为这是国产发动机有史以来最长脸的一次。后期也希望更多国产的发动机被国际品牌看中并采用。缸头结构呢跟790是一样的，但是呢这个平衡轴它的配重是不一样的啊。那这790或者说800的车主也别指望换这个990的凸轮轴了，不一样。990发动机呢也是双平衡轴，凸轮轴上面呢算一个，然后曲柱旁边的也有一个。凸轮轴依旧是合金钢锻造的，这个量级的呢用料不用担心。排气凸轮呢同样也是合金钢锻造的。它的缸头结构呢刚刚说了跟790等于是一样的，也是采用喷油嘴式的润滑，这样大家应该能看到它的机油喷油嘴吧，也是建议这2分钟后再骑。指形摇臂也是 DLC 工艺的，拆到这一步呢就可以更换正时链条了，直接就可以这样拿出来。哦，对了，有个视频我忘记加进来了，给大家看一下啊。这个正时链条呢，相对于790系列来说，它是做了加强的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链板的宽度是很厚的。这个画面呢，大家盯一下链条仓这里，你看它又多了好多加强筋在上面。790系列它是没有的。拿掉缸头，主要看一下它的气门，它的气门材质呢跟790或者说是800是一样的。再来看一下这边有这个东西啊，它是爆震传感器，那说明它确实是带爆震控制系统。待会儿拧螺丝的时候给大家讲一下这个爆震控制系统。再看一下气缸的制造商，依旧是重庆的志成，它一直也是 KTM 缸头的制造商。然后它的胀紧器呢，依旧是油压胀紧器，跟 KTM 790是一样的。爆震控制系统呢，目前国产车里面除了春风这个1000MTX， 其他还没有搭载这个系统的。这个系统呢分为4个步骤：监测、识别、干预、恢复。字面意思大家都能明白，它就是相当于发动机的护法，在保障发动机安全运行的前提下，充分的榨取燃油获得动力，而且呢能根据燃油的油品，还有发动机磨损状况以及积碳的状况，自动调节点火的策略。
所以说比较纠结积碳呢，有了这套系统的话，你也不要纠结它的积碳了。本身摩托车的积碳就是可除可不除的。然后这台机器的换挡机构呢是在这个地方，我现在拆的呢就是像790、800系列呢，它是在离合底下。比如说大家常听说的更换定档摇臂，那它的定档摇臂就在这里。都看到这里了，喜欢视频的给咱点点赞呗。我现在就期待呢，春风赶紧把这个950K 给出了。哎，腿短玩不动 IDV。它也是带机油冷却器的，我现在拆的就是。作为800车主呢，心里有点不平衡的是，这个机油冷却器好像是被优化过的，我感觉结构呢它更合理。还有就是这个机油底壳啊，它跟800系列的也是完全不一样。大家看一下它的构造，春风说它是半干式油底壳。再来看看它的机油泵是这个样子的，跟790、800系列呢是完全不一样的，包括机油底壳里面整体的结构。这台发动机最大的功率呢是83千瓦，最大扭矩呢是105，在6圈250转的时候就爆发了。它从5500转到8000转就可以保持90%以上的扭矩输出。这样的动力表现呢，确实很适合 IDV 和街车。这 IDV 都出了，想问一下阿春，这个街车得多久呢？然后这个螺丝也得讲一讲。像这些外露的螺丝呢，它每个螺丝上都有一个密封圈，防止漏油的。所以理论上来讲呢，它的漏油控制呢会比790或者说是800系列更优秀。而且这个螺丝下去的地方，大家看一下，它做了一个倒角，用来跟这个油封进行接触的。哎，我感觉说多了800系列的车主心里会难受。分开曲轴箱来看一下曲轴瓦，用的是日本大同的同级瓦。这个档尺呢基本没啥好看的。来看一下这个轴承，轴承用的是8环的。去年拆800 MTX 的时候，就发现KTM也开始用8环轴承了。再拆掉它的平衡轴，也是合金钢锻造的。这个平衡轴呢，跟凸轮轴上的平衡轴形成了一个双平衡轴系统。再拆掉它的连杆，来看一下它的连杆瓦，用的也是日本大同的同级瓦。然后连杆呢是杖段式的连杆。来看一下它的曲轴，曲轴呢同样还是285度的曲轴，合金钢锻造的。发缆的地方呢是高频淬火的工艺。同样也是我们江苏钢阳产的曲轴。来看一下它的活塞，活塞呢依旧是锻造活塞，也是一个轻量化的设计。大家能看出来它的裙部设计的很窄，活塞裙部也是有涂层的。看活塞顶的颜色呢，它也是做了阳极氧化工艺。然后它的油环是一个一体环，但是做的比790、800系列做的要窄，应该是为了降低摩擦系数。为了让大家看清楚活塞顶部的工艺啊，我把它洗一洗。新车顶部发黑是正常的啊，新活塞在安装的时候都要涂油，然后点火呢就会成这个样子。看一下颜色是阳极氧化无疑。转过来看一下它的气缸，春风说是采用了热喷涂工艺，这里给大家讲一讲，它其实叫等离子喷涂，跟电阻陶瓷工艺呢都属于高端的气缸范畴。在汽车缸体里面呢，它是应用比较广泛的。摩托车行业呢，目前是后期的春风800以及这个春风的1000。还有长城的八缸都在用这种工艺。大家发现没？它没有航模纹，这个也是它的一大特点。它不需要航模纹，是因为它在喷涂以后，航模会形成很多微小的储油孔，照样能像航模纹那样储存机油，来保证活塞环的润滑。而且呢，这玩意有一个 bug 吧，当这个缸表面出现磨损的时候啊，会产生新的储油孔，所以它的保持能力是比较强的。据说等离子喷涂的设备呢，相当的贵。好了，到这里呢，基本上就是拆完了。再给各位车主呢讲一下保养信息。机油粘度呢，建议大家用10W-50的，加更换滤芯需要换2.6升的机油。这里推荐大家用壳牌的劲倾，预算更高的话可以上壳牌的燃倾。正常5000公里一保养。总体拆下来呢，感觉这台机器它不光排量比790系列更大，而且它的结构呢，相对于790系列来说也是优化了不少。用料水平倒是都差不多，总体用料也是相当不错的。好了，还得给他们还回去，要把发动机重新装好。对于同行来讲，这台发动机也好修，只要你会修KTM 790，你就会修这玩意儿。这个发动机呢也不是太重，也算是一个轻量化设计的发动机。好了，准备给它抬上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观看。